哦，他要悄悄离开去东京吗？啊，这太可爱了，小静。哦，最符合这个 OP 的一集吗？这么开心哦。啊！天呐，我现在是看着很开心，但是我怕会被打入更深的绝望。哦，是他们俩两朵花儿。哦，同样的狗绳啊。完全有新的家庭了。下意识的是抱住自己的孩。这个涂鸦，他们很幸福。お父さんお父さん私チャッピーに会いに来たの。チャッピー果然应该已经，恰比应该已经死了。哦，这好可爱啊！チャッピーじゃない。他妈妈当时其实是在安慰他。なんでお父さんのことお父さんって呼ぶの？それはよくわからないな。我真服了。他甚至连认都不愿意认小静。ちゃったのかも。タコピーの落ちてるセミとか食べるじゃん。そうかもしれないよね。静香ちゃん。じゃあ、チャッピー取りに行ってあげないと。他要从那两个小孩儿。静香ちゃん。タコピー。人間を捕まえて胃の中を調べる道具出して。わかんないっぴ。そんな道具はないっぴ。嘘だ。静香ちゃん。じゃあいいよ。私が考えるから。静香ちゃんやめてっぴ。これならバレずに夜に忍び込めるし。他真的要去。僕の話を。静香ちゃん。もう帰ろう。ごめんね。僕が頭が悪くてダメだっぴから。静香ちゃんがこんなボロボロ。但是按理说，就是确实是他口皮杀的莫莉奈。だからもう帰ろうっぴ。それに楽しく遊べる道具なら出せるっぴ。パタパタ翼でちょっとだけ浮かんだり。変身パレットで芋虫に変身するのもきっと楽しいっぴから。元の静香ちゃんに戻ってほしいっぴ。僕はただ君に笑ってほしい。
タコピーももう助けてくれないんだ。那你就没用了。啊啊！别的事件线吗？啊？难道这就是为什么他都记不清他为什么会来到地球了吗？回不去。小静把 Taco P 给最开始是莫莉娜。僕はハッピー星人。みんなをハッピーにしちゃうっぴ。まずは教えてほしいっぴ。君の名前は？莫莉奈的脸上啊！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哦，莫莉娜。他狗屁直接被霸凌了，他狗屁。家ではおとなしくしててよね。啊？おかえりマリちゃん。マリちゃん。起きてたんだ。寝てるかと思った。今ご飯の支度するから。ねマリちゃん。昆布茶。ごめんね遅くなって。今日いろいろあって。あ、昆布茶？わかった。今すぐね。マリちゃん。薬もう飲んだ？悪夢は副作用なんだって。マリちゃん。昆布茶。あ、ごめん、だからどうして亡くなる前にネットでまとめて注文しないの？ママにはこんな安酒がお似合いかな。ねえ、ママには紅茶キノコの綺麗なアルコールが必要なの。マリちゃんもそう思うよね。違う。所以他的脸就是被他妈妈划伤的。没有男人愿意理你又怎么了？玻璃。我的天哪！私、幸せなお母さんになりたい。啊？幸せな子供を産んで、幸せに育てて。他想给予正确的母爱吗？但是小孩就是会无意的去模仿自己的家人。ママの真似っこしてたんだっぴよね。人間はこうやって子育ての練習するんだっぴね。很恐怖。マリナちゃんもきっといいお母さんになれるっぴ。じゃあ僕がママになるお手伝いをするっぴよ。はあ？まずはパパを決めなきゃだっぴね。一緒に今からパパを探しに行くっぴ。这是什么走向啊？ヒロロズガさん？东吗？
啊，それで夏頃小学校ぶりに偶然会って、そのうちなんか付き合うことになって。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幻觉？コロナで仕事ダメダメだろうし、そろそろ戻ってくるだろうから。出差就出轨了吧？うん。あのクリニックの息子さんでしょ。将来が楽しみね。ああ、その他妈真的就是没有一点点分裂吗？あんまり聞かない方向で。で懂。もママとこんなに楽しく話せたの久々かも。ソッピー？ナオくん意外と甘党なのかな。パンケーキ好きっぽいんだよね。哦，又是这个松饼，我真的受不了了。傷のことも気にしないで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やばい。私小さい頃いろいろあってさ、パパが出てっちゃって。但是这里的莫莉奈好像多少能够自我调节和愈合了一部分，所以她没有错误的将怒火转向另外一个不对的人。でもまあ、あんたがいなければあの道通んなかったかもだし、そしたらナオくんとは出会ってないわけだし。だからさ、なんていうか、最近はちょっと悪く。哦，这句话小静儿说过。ありがとう。啊，我总觉得自己在看一个错的，看串了。すっごい美人だって。地元こっちなんでしょ？でもなんか昔いろいろあったって。啊。何年か前に、ほら、自殺未遂したっていう。莫莉奈吗？啊，这个时间线的小静还是被霸凌了。なんかロープが切れたって。ごめんナオくん、嫌だった。哦，不会又要重蹈覆辙了吧？天呐，大美女啊，小静。いないんだ。身寄りもないのにたった一人で地元に戻ってきて再会できたのは奇跡だと思う。小学校の時から惹かれてた。僕にしか頼れないんだ。又是这样。彼女しかいないって分かった。だから。マリちゃん、東くんまだ来ないの？ママ久しぶりに分手了。マリちゃんの好きなババロアも楽しみね。喜んでくれるかな。見て、髪も久々にブローしたの。啊，じゃあ僕が東くんを呼んでくるっぴ。待っててっぴ。好不容易他觉得好一点的生活，又仿佛又突然离他而去了。即使到了这个世界线，还是被小静所吸引啊。そんなこと。ね、ナオくん、今日来れなくなっちゃったって。え？そんな急に。まあしょうがないわね。次、ねえ次はいつ来れるの？没事儿吧？为什么这么希望还有个男朋友啊？私ごめんなさい。这有什么好道歉的？キララ坂さんきっと傷ついてる。
为什么莫莉娜要道歉啊？半端で純也みたいにうまくできない。マリちゃん何をしちゃったの？黙ってちゃわからないでしょ。またその傷のせい。母親失格よね。ママがマリちゃんを傷物にしちゃったから。違う。でもだから今日はちゃんとしておいたじゃない。料理だってこんなに。ナオくん、他に好きな人が。大丈夫。大丈夫だよ。哦，这个小静也说过哦，这就是东他需要的。私が見てるよ。そうやって言いなさい。啊，他妈妈生气的地方也太奇怪了。なんでマリちゃんまで。何よ。啊，私が悪いっていうの？我几万呢？話しかけられなかったっぴね。不会吧？マリナちゃん、ただいまっぴ。ごめんぴ、東くん連れてこれなかったっぴ。一緒にいた人なんだか目被他亲妈杀了怖。いっぴね。マリナちゃんは何してるっぴ？ごめんなさい。小4の時、ちゃんと殺さなきゃだった。久世静香を。そうすればパパも、ナオくんだってきっと一緒に。哦不，ねえ、ママ、一人にしないで。マリナちゃん。なんだよ、まだいたのかよお前。マリナちゃん。なんだよ、なんでこんなことなら名前くらいつけとけばよかった。ねえ、わかったっぴ。哦，还可以回去吗？哦不，就这些都是因为 Takopi 所引起的吗？这就是他之前说过的那个装置，可以回到什么从前的空间时间。结果他遇到的是，やっぱ名前くらいつけてやればよかった。他要自杀。とか。他生活的这么幸福，他怎么会明白那些呢？那些痛苦和绝望呢？这个云彩也是这种章鱼的。それがあなたの答えというのなら、あなたのすべての記憶を消して、所以还记不生まれ得。たままのハッピー状態に戻しましょう。あなたは一人でここへ来た。ハッピー性の最も大切な掟を破ったのです。二度と星に戻ることは許されない。だからこそ
生まれ変わるのです。他破坏了规则。哇，哦，他们根本连暴力都不懂啊！ちゃんとお話しして教えてっぴ。大丈夫だピマちゃん。僕が必ず君をハッピーにするっぴ。記憶をなくしちゃっても必ず。なちゃん、なちゃん。他记不清了。あれ？僕は一体誰に笑ってほしいんだっぴっけ。どうして忘れてたんだろう。殺さなきゃ。クゼシ我的天呐，Taco P！が殺さなきゃ。完膚なきまでに命を殺さなきゃ。すべて思い出した。クゼ静香のせいで他还是什么都不マリナ懂ち。ゃんはパパを、東くんを、大事なママを失った。殺さなきゃ、殺さなきゃ。クゼ静香は悪だ。殺さなきゃ。あれ？でも、あの時ひどいことをしたマリナちゃんは、あれは悪くなかった？それに僕は、マリナちゃんを殺した僕は。对，ねえ、お腹空いてるの？給食のパンいる？どうせ食べきれないし。这回还遇到的是东啊！这个星星就像他哥哥的眼睛的星星啊，这就结束了。不得不说，Taco P 最后就是去打他母亲的这一下，真的又怎么不算是跟莫莉奈他们学的呢？不管是 Taco P 还是小静，还是东，还是莫莉奈，他们都会下意识去模仿自己父母的这种行为，也源于就是 Taco P 他最开始降落时遇到的是莫莉奈，所以呢，他就是去跟随了莫莉奈的这套逻辑吧。但是不得不说，这集看的我最窝火的，果然还是莫莉奈妈妈，她自己的这个丈夫都已经出轨了，她却非常非常的执着的要让莫莉奈带个男的回家。虽然多少可能这是最后一根导火索吧，类似于把她母亲内心一直累积的这种觉得自己无用，好像自己什么事情都会被自己搞砸的这种心态，最后给这样压垮了。尤其是可能看到就是自己女儿她的这个脸上的疤痕也是她造成的，包括女儿也没有男人要，就像自己一样被抛弃，所以就感到更加绝望。尤其是莫莉奈还说就是世东她喜欢上别人了，就像莫莉奈她妈妈的老公也喜欢上别人了吧，就完全触到她妈妈的雷区了。然后呢她妈妈也说啊，怎么全都是这个样子，然后是一组这种对比蒙太奇吧，一边是小静，在镜头的另一端就是莫莉奈的妈妈在发狠的打着莫莉奈。但不管是从莫莉奈妈妈她桌上的这种药物，还是她的这个就是在这一集展现出来的精神状态，都能感觉我觉得她应该是有些精神疾病的了，而这肯定大部分原因就是归结于她丈夫身上。不管有Taco P与否吧，就是莫莉奈她原生家庭本身就有如此就是大的一个毒瘤，甚至其实能感觉莫莉奈她自己一直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是在帮助这个家庭，在守护这个家庭。我觉得她能跟东在一块儿，最开始可能多少也有就是受她妈妈的这种期许所影响吧。她妈妈也是一听莫莉奈有男朋友有男人要了，哇，就马上整个人都变了。
但是在就是一周目的小静也已经在小学的时候已经被霸凌过了，但只是自杀未遂。就是在二周目的时候小静线的时候，他也是就是非常多的轮回，不同的时间线他都在不断的去逼小静自杀。但是难道这一切都是就是 Takopi 的原罪吗？就是我就在想，难道说就是 Takopi 如果没有 Takopi 的这些干预的话，难道这些就不会发生或者有所改善吗？其实我反倒觉得 Takopi 更像是一种加速器吧，它只是把这些悲剧更快的推进了，就是把 Takopi 从这个故事中摘掉拿掉，很多事情我觉得还是会就是类似的发生。但是 Takopi 他也一定是有罪的，比如说他无知的罪、傲慢的罪，还有他真实的杀害了别人，也就是莫莉奈。虽然其实到了这集的结尾他说要去杀小静，他要记得要去杀小静才能解决这些事情，我觉得他也并没有完全理解杀是什么意思吧，他就是知道这个过程能让事情变成他想要的方向去进行，他的出发点可能是善的，是希望他们这些小孩能有这种快乐的笑容的，方法却是如此粗暴的，并不是说让痛苦消失抹除就等同于他们可以幸福了，这不是一种这样的捷径。这种本意就是好的这种立场上，你又很难去真正苛责就是 Takopi 的这种行为。他确确实实不管是让莫莉娜还是在小静在面对自己的这种生存环境中有得到一丝丝的一些小慰藉。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把这种矛头不断的指向是小静更恶还是莫莉奈更恶，这样其实意义也不大。我觉得除了就是他探讨的这种原生家庭的崩坏、大人的失职、无知的善意，还有这种社会结构性的创伤，他其实也有一个非常核心的点，他最终其实落脚点让我也不断的在想，其实我之前的视频也有说过，就是如果生活如此的苦难的这种情况下，那该如何呢？如果就是这任何的方法或者说是合法的方法都无法解决这种就是毒瘤也好，这种创伤也好，那该怎么继续往下走呢？尤其是让这种年纪的小孩去自愈，去走出自己的阴影，感觉也不是很切实际。而且我觉得就是像小孩们，他们也没有这种自愈的能力和义务。就比如说拿莫莉奈为例吧，他就是被家庭创伤所压垮了，在无法自救的这种情况下，将所有自己的这种愤怒和苦楚都就是嫁接给了另外一个受害者，另外一个弱者吧。他也同样就是小静，同样也饱受着家庭的折磨。最终莫莉奈他自己也落入深渊，这也就是让我联想到就是这一集的小静，她看到自己的爸爸都不认她，然后呢就是掐比也不存在在这个家里的时候，她就会觉得是那两个小孩吃掉了掐比。我觉得就是她也潜意识的会去认为是自己本应该有的东西，本应该得到的爱被他人抢走了。其实不仅仅是小静吧，莫莉奈其实也会这样，就是下意识的就觉得，潜意识的就觉得自己遭受这些痛苦，自己本应该有那些幸福都是被他人抢夺侵占了的，这是非常无比残酷的一点，因为他们无法理解被他人抢走夺走仿佛更像是一种就是情感投射或者说是合理化机制。但是非常残酷的就是在于很多这些苦楚的诞生，它只是就那样存在着，它可能没有具体的施害者，也没有更明确的这种责任方，这个让他们如何去接受呢？这也太绝望了。如果这些苦难与其他人与小静都无关，而在生活中就这样赤裸裸的存在了，有时候面对一些不可解的苦难，我们可能就是会想去拆解它，到底为什么，凭什么是我，是谁害了我，这究竟是谁的错，我应该去找谁讨说法呢？虽然可能都会说接纳是第一步，走向和解的这种第一步，但是这一切也都让我觉得好无力啊，尤其是在面对他们这3个孩子的时候。还有一点就是去停止这种加害者施害者的这个循环，不要让更多的受害者反而变成施害者，然后再去重新寻找能让自己走下去活下去的这种意义。比如说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就是其中一种存在下去的意义和联系吧。最终治愈还是要靠自己，任何人不管是跟自己很亲近的人还是甚至是外星人都无法帮助我们完成这一步，最终还是要自愈。虽然可能我说了很多不完全只是在说这一集的内容吧，但是我觉得是看了这几集下来我的一个比较核心的想法吧。而且往往也没有非常非常绝对的这种对与错，我觉得更多的
是这种恶的传递吧，包括就是在很多极端的情况下，往往根本都已经无法保持理智了。反正我就是非常期待这部作品最后能给我一些什么更多的启发吧。毕竟我觉得现在很多它向我投掷的这些问题，更多的是让我觉得是非常的无力的。虽然我也有提到一些可能的解决的办法，或者说去相处的办法，但是在我最内心深处，其实我也是找不到答案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能继续下去的。那这期视频到结束，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